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火锅蘸料的制作方法。火锅呢，在古时候称呼为咕嘟崩，中发出的咕嘟声而得名，是中国独创的美食之一，也是一种老少皆宜的食物。据考证，战国时期就有火锅，使人以陶罐为锅。现如今的火锅呢，有很多种，有铜锅、铁锅、瓷锅、砂锅等很多种。典型的火锅食材包括肉类、海鲜、蔬菜、蛋类、豆制品、菌菇类、主食等，可以清水煮，也可以呢加入汤底炖煮食用。但是最关键一点，每种的火锅都有一种蘸料，这蘸料就是今天的核心教程。我们中国的火锅吧，分为几大派系，其中呢有北派系、有川系、粤系、江浙系、云系这5大派系。今天就分享一下每个派系的火锅适合吃什么样的蘸料或者是蘸水。首先呢，香菜洗干净之后，我们把香菜切成末。切好之后，我们先放到盆里边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切点小葱花。其实火锅这小料吧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小料的调制的香，它自然它就好吃了。其实火锅的吃法吧，也很有讲究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清楚吧，每种原料的特性、特质。有的食材吧，顷刻间就成熟了，入锅里边1-2秒、3、4秒就可以了。比如说像鸭肠、腰片、干片、豌豆苗等这些食材吧，你搁锅里边涮个几秒钟就可以食用了。你烫的时间长了吧，吃就老了，就没有那种脆嫩的口感了。一些质地比较稠密的食物，像豆泡了，还有一些菌菇类的，就需要多煮一会儿了。所以说吧，每种食材的一个特性呢，大家伙一定要了解。切好之后，咱们放到盆里边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切点大蒜。切大蒜吧，就有讲究了。咱们大家吧，千万不要这么去拍你这么一拍之后吧，大蒜里边的这个汁水就出来了，时间长它会发酵变绿。你假如说你家里边烀过肉烀点肉，你蘸蒜酱去吃，你可以说去拍，把大蒜这个汁水拍出来，蒜的味道会更加的浓郁。但是说咱们吃火锅用这个蘸料，咱们就不能那么操作了。所以说每种食物、每种吃法所用的方法它也是不一样的。咱们就直接这么去切这么去剁，用刀这么去切就可以。大家看剁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，跟小米粒差不多少。然后切好呢，也放到马兜里边备用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切点这个小米辣。小米辣吧，首先先把这个辣椒蒂给它摘掉，然后把太椒呢顶刀切片。辣椒片呢，我们切好也放在马兜里边。这样呢，4种小料，我们就切好了。我也是针对家庭里边制作，搭配这4种简单的小料。所以说呢，每个派系里边的火锅传统的蘸料呈现给大家，也是最简洁、最方便、最适合家庭里边制作的蘸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操作5大派系的每个派系的蘸料，蘸料的比例呢精确到克。虽然说不会做饭的朋友们，按照视频去操作，也能做出美味的蘸料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开始制作。首先呢，我们准备北派系的芝麻酱蘸料。现在很多朋友稀芝麻酱的时候吧，都是用温水来稀释。其实传统稀芝麻酱都是用香料水来稀释的，这样芝麻酱的味道会更加的浓郁，更加的丰富。我准备的是有香叶、小茴香、花椒、白芷、山奈、豆蔻、大料。除了花椒搁2克，其他的香料都搁1克。然后我们先用清水把香料呢给它清洗一下，因为香料吧外边有一些浮尘比较脏，我们给它清洗一下。然后锅中放入清水300克，再下入香料。香料放入锅中之后呢，把汤烧开煮30秒，然后关火，倒出来自然放凉。香料煮的时间不能太长，要不然吧，你稀释的时候就会把芝麻酱那种香味盖住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煮30秒就可以，
稍稍带一点香料那个味道就重。然后我们开始调制蘸料。老北京人吃火锅吧，调的芝麻酱，都是混搭的，是花生酱跟芝麻酱两种酱混搭在一起。老师傅传下来的呢是28搭，还有37搭。今天呢，本期教程就是37搭配。花生酱放30克，芝麻酱放70克。花生酱的口感是细腻柔滑，跟芝麻酱一搭配吧，使这个芝麻酱的口味不仅香度够了，而且呢吃起来非常的柔滑柔顺。然后再加入2克精盐，2克白糖。精盐主要是提底味，白糖主要是提鲜味。再加入15克米醋，如果平时不爱吃酸口味的，米醋可以不加啊，因人而异。老北京的芝麻酱蘸料，红方是必不可少的啊，我们加入8克红方。海鲜酱油加20克，提味提鲜。韭菜花再放8克。韭菜花呢也是老北京涮锅里边调芝麻酱蘸料必不可少的一味。香油再加5克。虾油10克，提鲜提味。如果家里边没有虾油的，可以用鱼露来代替。黄酒5克，增香。所有调味料放完之后，我们搅拌均匀，把调味料搅拌至融化。然后现在的形态呢是比较干的，我们就需要放香料水了。香料水呢自然放凉之后，我们不要全放里边。香料水呢我们放15克就够用了，然后剩下的呢我们留着也行，到时候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再用。芝麻酱吧我们不要卸得太稀，因为食物上多少会挂一点火锅里边的水，在粘麻酱上面之后，麻酱自然就稀释了，所以说我们要少加香料水。麻酱卸好之后，我们加入小料，香椿末5克，小葱花8克，蒜末5克。小葱花呢也可以用大葱花来代替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少放一点干椒油，干椒油就是用那种红干辣椒搅成段，油烧热之后呢，浇在上边，把辣椒炸香炸脆就行了，然后放在芝麻酱里边，能增加少许的辣味和香味。这样北派的芝麻酱蘸料就制作完成了。然后我们开始制作云系的火锅蘸水。首先我们准备糊辣椒面，把油烧热浇在辣椒面上边。糊辣椒就是熟的辣椒面，用热油浇完之后吧，不仅能增加辣椒面的脆度，而且呢香度也更加的浓郁。加入2克花椒面，花椒最好是提前用锅炒熟，然后用擀面杖给它擀成细面，加入里边，味道会更香一些。腐乳放4克，小葱花10克，大蒜末15克，香椿末加入5克，精盐3克，归精2克，酱油15克，小米辣太椒10克，再加入蘸水100克。蘸水是什么呢？你要是说吃羊肉火锅，你就用羊肉火锅的汤；吃牛肉火锅就用牛肉火锅的汤。你要牛羊肉火锅都不吃，你用开水也行。那么好，粤系的火锅蘸料咱们就调制完了，咱们就开始对这个蘸料。粤系蘸料吧，主要是以沙茶酱为主。粤系火锅的蘸料主要是以沙茶酱为主，其他的料为辅，以沙茶酱为中心，添加各种料。两广地区吃火锅，沙茶酱绝对是少不了的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开始对制。沙茶酱30克，蒜末水15克，这是炸好的蒜末，用油呢把蒜末给它炸熟、炸香、炸脆，是10克。酱油10克，辣椒酱15克。辣椒酱呢，咱们因人而异，有的人呢不能吃辣的，你就别放辣椒酱了啊。味精1克，主要是提鲜增香的效果。2克白糖也是提鲜的，然后再放入5克香椿末，
哎，我们搅拌均匀。这样呢，哎，一道粤系火锅蘸料就制作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制作江浙系的火锅蘸料。江浙系的火锅呢，哎，暖锅非常出名。那么好，江浙系的火锅蘸料我们就配置完成了。哎，大家伙看着吧，非常简单。这是可能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了，为什么跟别的地区的火锅蘸料不一样呢？别的地区火锅蘸料，哎，很多种调味料，为什么江浙系的火锅蘸料这么简单呢？就5样呢？哎，那么今天呢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。其实江浙系火锅吧，多以海鲜汁儿跟酱油为主。江浙一带比较盛产海鲜，所以说，哎，当地人非常爱吃海鲜火锅。但是当地人呢，哎，不爱吃太辣的，也不爱吃太咸的食物。所以说，当地人吃海鲜火锅吧，哎，蘸料都不喜欢放太多的调料，主要呢是突出火锅本身食物的鲜味儿。下面呢，来给大家调制。首先呢，我们加入20克蒸鱼豉油。蒸鱼豉油最好是选择李锦记的，因为李锦记的蒸鱼豉油吧，味道非常的鲜美。可以什么呢？你可以选择海鲜汁儿，但是家庭里边吧，制作海鲜汁儿比较麻烦，所需的食材呢也非常的复杂。哎，建议家庭里边制作呢，用蒸鱼豉油代替是最好的了。鱼露5克，鱼露呢本身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啊，鱼露也是当地非常爱吃的一种调味料。然后这些小料呢，我们不要放的太多，放太多吧会压制本身海鲜汁的鲜味，所以说我们不要加的太多。小葱花我们加入3克，香菜5克，泰椒2克。泰椒呢，就是因人而异了。有的人吧，可能爱吃点辣的，就可以说加一点小泰椒，增加清香味，增加辣味。要不爱吃的，可以不放。然后搅拌均匀。江浙一带的火锅蘸料啊，可以说在中国吃火锅蘸料来说，哎，最简单、最突出火锅本身食材的一种味道，非常的清淡，主要以鲜为主。下面呢，我们来调制川系火锅。川系火锅呢，主要以重庆火锅、四川火锅，还有串串香火锅为主，其他的很多种啊。那么好，川系火锅的蘸料我们就调制完成了。川菜火锅呢，哎，老四川人、老重庆人吃什么蘸料呢？当地人叫什么？叫油碟。油碟就是什么呢？油碟就需要什么呢？一个是香油，一个是蒜末，就他们2个混为一体就 OK 了，别的啥也不加。这就是老四川人、老重庆人都是这么吃火锅的。现在呢，哎，也有很多人都爱吃这种老味儿，但是呢，现在年轻人比较多啊，去的地方比较多，哎，接手的新鲜事物也非常的多，所以说呢，又调制了很多不一样口味的，也很受当地人的欢迎，很受当地人的喜欢。下面呢，我们开始调制炸熟的去皮花生擀成沫6克，哎，放上盆里，盐2克，香油30克，就是芝麻油啊，芝麻香油。醋12克，生抽10克，蚝油5克，小葱花4克，蒜末5克，香菜末5克，熟的白芝麻3克，然后搅拌均匀。
那么好，视频看到这儿呢，中国5大派系的火锅蘸料就制作完成了，分别有北系的芝麻酱蘸料，还有云系的蘸水，川系的油碟，江浙系的海鲜汁蘸料，粤系的沙茶酱蘸料。这5种派系的5种蘸料，都是说一些老师傅流传下来的，也是比较传统的蘸料调制方法。每个蘸料的比例呢都精确到克，蘸料的比例配方绝对真实有效，大家照做就可以。在此呢，也感谢大家能耐心的把视频看完，也希望呢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